美联储9月份降息的概率已经飙到了85%，对于市场来说，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大家已经躁动起来了，连之前最鹰派的那个大摩摩根士丹利，还有德意志银行，都纷纷把他们的预测降息时间点从2026年直接提前到了今年的9月份。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政策转变，它意味着从股票、黄金、加密货币，甚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定期存款，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可能会被重新洗牌。今天的这支影片，我只聊2点。第一，如果9月份真的降息了，市场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第二，对于我们这种在币圈里的普通人，怎么样抓住这次机会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这一次的降息和以前任何一次都不太一样。在过去，美联储降息通常都是在经济已经发生了危机，比如像2008年金融海啸，或者是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出手来救市。但这一次呢，美国的股市还处在历史的最高点附近，经济虽然有点疲软，但还没到衰退的地步，所以这次的降息，它不是一个危机应对式的降息，而是一个预防式的降息，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个稍微有点疲软的经济进一步的滑向衰退。历史上其实也发生过几次这样的预防式降息，比如说在1995年和1998年，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做了类似的操作。当时的情况是，降息的消息一出来，市场短期内反而出现了一些波动，甚至小幅下跌，因为大家会担心是不是经济真的要不行了。但是你把时间拉长一点看，大概在降息之后的3到12个月里，股市都迎来了一波非常强劲的上涨。所以历史告诉我们，这种预防式降息短期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，但长期来看对股市是非常大利好的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之前美联储还一直说通胀很高，要维持高利率不变，怎么现在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了呢？我觉得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真的开始降温了。最新的非农数据虽然看起来还行，但是失业率已经悄悄爬到了4%，这是2年来的最高点。而且很多新增的就业岗位都是一些兼职工作，这说明全职的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在减少。我们知道，保就业是美联储的2大核心任务之一，就业市场一旦不行了，他们就必须得出手了。第二，是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堆到了34万亿美元，在高利率的环境下，光是每天需要支付的利息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这个巨大的财政负担，让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都不得不考虑，是不是应该把利率降下来，减轻一点还债的压力。第三，是美联储的政策框架可能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以前他们对通胀都是非常死板的，必须要把通胀压到2%以下才罢休，但现在他们似乎变得更加灵活了，愿意在一段时间内容忍通胀在2%以上波动。这背后可能也是考虑到，如果为了把通胀压到2%而把经济搞垮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当然，市场上也有反对的声音，有一派人认为现在降息还太早，因为通胀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，一旦降息，可能会让通胀死灰复燃，而且美国降息会让美元的吸引力下降，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出，所以美联储现在也是一个两难的境地。但是从目前的各种信号上来看，降息派的声音明显占了上风。好，那最重要的部分来了，如果9月份真的降息了，加密市场会受到什么影响？首先，降息就意味着市场上钱的价格变便宜了，贷款成本降低了。降息通常会让美元走弱，因为利息变低了，国际上的热钱就会觉得把钱存在美国不划算了，还不如投到其他利息更高的新兴市场去，人们就更愿意去投资。这样一来，整个经济的活力就会被激发，市场流动性变多，更多的热钱会流入风险资产，而加密货币就是典型的高风险高回报资产，所以逻辑上对币价是利好的。那么降息的逻辑我们讲完了，重点来了，我们普通人在币圈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抓住这个机会？我讲讲我的看法。首先，最重要的当然是资金流向。每一轮行情钱都是有路径的，降息之后最先受益的一般都是比特币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加密市场里的大哥，体量最大最安全，所有的大资金都会优先把仓位放在这。接着，2个以太坊会启动，叙事和生态会开始发力。
资金往里面挤，最后才是山寨币，整个市场情绪被带热，才会出现百花齐放的行情。在这样的大行情里，最重要的一定是要关注巨金的资金流向，你只有跟着钱走，才能挣到钱。再结合圈圈地图以及 K 线图，找到一个安全的入场位置，设置好止损，不要着急，不要一口吃成胖子，这样你才能真正吃到降息周期的红利，而不是被市场玩。怎么关注巨金的动作和怎么看圈圈地图，我在上一支影片已经说过了，不知道的可以去翻一翻我上支影片。其次，我想讲一讲一个一直以来被很多人忽略的东西——仓位。很多人一进来就是满仓，然后天天看 K 线，结果行情一反复就心态爆炸。降息不是开关，不是今天宣布明天就牛市，你要懂得管理好仓位，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我的建议是拿出一部分钱做底仓，比如放在比特币和以太坊上，不管短期涨跌，就当是跟周期走。剩下的做交易仓，专门去捕捉波动，做短期机会，这样你不会因为一波回调就被洗出去，但同时也不会错过中途的小行情。最后是什么时候退出？很多牛市赚的钱最后还是亏光了，原因是不会下车，太贪心了。你要记住，行情的后半段赚钱速度会比前面快很多，但风险也指数级放大。降息周期一旦进入疯狂阶段，比如你看到人人都在聊某个币，你就要考虑逐步撤了。因为等到人人都信誓旦旦的喊牛市才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差不多就要结束了。退出和进场一样重要，懂得下车才是真正赚得到钱的人。最后我再提醒一句，对于现在想要开始布局的朋友来说，首先要稳住现金流，确保生活底线，比如准备至少3到6个月的生活费，准备一些应急资金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局需谨慎，不要盲目梭哈。总而言之，美联储的这次降息很可能会开启一个持续数年的宽松周期，这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。看懂周期的变化，顺势而为，才能让我们的财富稳步增长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记得给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的精彩内容了。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尽力回复大家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